一位自称是纳粹屠杀幸存者的阿姨出版回忆录，被翻译超过20种语言，拍成电影，连欧普拉都邀请她上节目，但在后来却被爆出一切都只是骗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孤女郎纳粹》这部纪录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如果有天你的邻居告诉你他童年受到集权政府迫害，费尽了千辛万苦才生存下来，你会有什么反应呢？1990年代，有位叫做米夏·迪方斯卡的妇女，自称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后来，她出版回忆录，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畅销作者。片商也把她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不过，这当米夏的故事横扫欧洲，带给无数人启发的同时，就有人跳出来批评她造假，一切都只是骗钱的手段。这个米夏到底是谁？他怎么能够骗过这么多人？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呢？这集就让我们透过《孤女郎纳粹》的纪录片一起来揭晓答案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1930年代，比利时被纳粹德国占领，而根据纪录片里面米夏的说法，他就是当时出生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童年时期经历2战。在米夏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被纳粹驱逐出境，他随后被安置在一个天主教家庭，改名叫做莫妮卡·迪瓦尔。当时年纪还小，就被迫跟父母分开的他，在寄养家庭过得并不快乐。家中除了爷爷之外，其他人都对他很刻薄，会对他恶言相向。而跟他比较亲近的爷爷告诉他，他的父母人在德国。米夏从地图上面看到德国就在比利时的旁边，看起来没有很远。于是他决定离家出走，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踏上找寻父母的旅程。那在过程当中，米夏为了躲避纳粹军人的追捕，一个人在森林里面生活。直到有一天，他意外遇到一只母狼，这只狼不但没有攻击米夏，反而陪在他的身边。米夏因此跟母狼成为伙伴，后来甚至融入整个狼群，就这样子生活在一起。那虽然纪录片里面的米夏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父母，但有了狼群的陪伴，他却也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时间快转到1980年代末期，米夏与丈夫从欧洲移民到了美国麻州。后来在一次教会活动上，米夏公开分享自己的故事，吸引到了出版商珍·丹尼尔注意。他鼓励米夏出版回忆录，而米夏也在身边亲友的支持之下，接受了珍的出版邀约。根据纪录片的内容，米夏的回忆录刚出版的时候销量普普通通，但却吸引到了迪士尼跟欧普拉秀2个主流媒体的目光。迪士尼原本希望把米夏的故事拍成电影，而至于欧普拉脱口秀呢，当时有个单元是欧普拉选书，只要能够挤上书单基本上就是销量保证。然而，正当真积极布局这些活动的时候呢，米夏却突然拒绝了所有的合作。就这样子，在作者不愿意配合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些合作最后都不了了之。而1年之后，米夏更为了版权问题对珍提告，指控对方私吞这本书的海外版税，让身为原作者的他陷入经济困境。法庭上，陪审团跟法官都被米夏的故事打动，最终判决珍要赔偿高达2250万美元的天价费用。胜诉的米夏也因此声名大噪。随后，米夏的回忆录在欧洲大卖超过100万本，翻译超过20种语言。他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访谈节目，巡回校园演讲，学生以他为灵感创作艺术，举办画展。片商更在2007年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与狼共存》，法国的票房有580多万美金，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故事说到这里，却有个让人傻眼的惊人转折。纪录片里面，米夏以纳粹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处演讲，带给民众启发的同时，真的生活却几乎全毁。他不但面临巨额的赔偿，还被外界贴上消费剥削纳粹受害者的标签。
走投无路的珍呢，决定重新审视整个事件。他翻出了所有跟米夏往来的文件，终于呢，在一个细节之处发现了不对劲。他在米夏提供的银行对账单上面呢，发现了有米夏亲笔写下的包含了生日、出生地，甚至还有米夏母亲的娘家姓。但奇怪的是，米夏明明对外宣称自己在战争中忘记了很多的事情，连父母的姓氏都不记得。这个时候，有位叫做雪伦的系谱学家加入了珍的调查行列。雪伦比对了不同语言版本的米夏回忆录，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矛盾点，那就是米夏在英文版与法文版的书里面呢，寄养家庭使用的姓氏不一样。英文版的姓呢是迪瓦尔，但是到了法文版却变成了法尔。这个资讯呢让珍跟雪伦觉得事有蹊跷哦。他们联络了另外一位住在比利时的系谱学家伊芙琳，同时也是一位纳粹幸存者，透过地缘关系更深入的追查关于米夏的真相。伊芙琳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透过旧电话簿找到了米夏寄养家庭的2个姓氏，发现法文版的法尔并不存在，但是英文版使用的迪瓦尔却是比利时很常见的姓。那因为比利时也是说法语的国家哦，伊芙琳呢因此怀疑米夏在法文版里面刻意不使用迪瓦尔这个姓氏，是为了防止被当地人认出来。然后根据米夏在书里面的描述，他虽然不记得父母的姓氏，但名字还记得。于是他们依照米夏提供的父母名字，查阅当时纳粹驱逐出境的名单，却发现没有这对夫妻。而另外呢，在2战的时期有个叫做犹太人防卫委员会的组织，会记录这些被寄养的犹太小孩。但是在手册里面同样找不到米夏父母的名字，甚至找不到米夏这个人。那事情走到这个阶段呢，珍、雪伦跟伊芙琳3个人开始思考另外一种可能性，会不会米夏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呢？果不其然伊芙琳根据米夏在银行账单上面提供的资讯，终于在比利时一间教堂的档案库里面找到了米夏出生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文件。伊芙琳在访谈当中说到，莫尼克·迪瓦尔就是米夏出生时的本名，不是被寄养之后才得到的名字。而另外呢，他也进一步的找到了米夏在布鲁塞尔的就学记录，也就是说，米夏并不是犹太人，在2战的时期也有去学校上学。那个徒步去德国找爸妈跟狼群在树林里面生活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整体事件被踢爆造假之后呢，一位叫做马克的记者拿着米夏的出生姓氏，找到了他还住在比利时的姑姑。直到此时米夏的真实故事才终于完整曝光。纪录片里面提到呢，米夏的爸爸在2战时加入了反抗纳粹阵营，负责给比利时流亡政府传递情报，但后来被纳粹逮捕。在纳粹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之下，米夏的父亲屈服了，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交出了反抗军的名单，让更多人受到牵连，最后跟妻子死于德国的集中营。而在父亲背叛祖国之后，米夏就一直被身边的人戏称为叛徒之女。她的姑姑表示，在这些压力之下呢，米夏长期都有妄想症症状，会在脑中幻想实际上不存在的童年经验。米夏的故事被记者揭露之后呢，他身边的人包括曾经捐款给他的邻居、邀他去演讲的老师与学生等等，大家都感到气愤与失望。他们在受访的时候指责米夏利用大家对他的同情，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不过，针对这场骗局米夏也有话要说。根据纪录片呢，米夏发表了声明，说明自己常年背负着叛徒之女的骂名。那虽然与狼共存的童年经验在客观上面并不是真的，但是对他而言，这就是他的真实，也是支持他生存下去的理由。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些狼群依然会陪伴着他，为他对抗这个世界。生命最后呢，他也请求大家能够原谅他，他只是想要忘掉一切的痛苦。故事听到这里我猜有些人可能会跟我们有一样的疑惑，那就是米夏口中那个与狼共存的故事听起来很夸张，但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呢？但后来我们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会有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收看这部片之前呢，就知道故事可能是假的，所以比较能够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观看。但如果今天我们自己就是米夏身边跟他有接触的人，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我们真的会怀疑他吗？这个恐怕不好说。就理智上面来说，我们虽然已经习惯延迟判断，看到感人能够激起情绪的事件或是论点时，会尽可能的避免太快决定站在哪一边。可是这要确实的做到，其实并不容易。尤其以这个案例纪录片里面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学者就有说到，要人们去质疑一个自称是屠杀幸存者的人，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对于这样的质疑会有很多疑虑，生怕一不小心会对对方造成2度伤害，让自己看起来会像是一个邪恶又没有同理心的人。
再加上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回忆录广受好评哦，米夏给人的感觉也很真诚，因此更容易激起人们想要相信的心情，而忽略那些说不通的地方。但学者也提醒，这种无条件的相信，可能反而会扭曲了客观的历史真相，甚至伤害到那些真正的幸存者们。在纪录片当中呢，真正的纳粹幸存者是那位比利时的系谱学家伊芙琳。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呢，借由这个虚构故事声名大噪的米夏，感觉就像是在消费纳粹幸存者这个标签。但是在访谈当中，伊芙琳也提到，他自己对于米夏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知道他是加害者，可是在某方面呢，又觉得其实米夏也是一个受害者，是整个时代之下的悲剧。那如果我们站在米夏的角度来看，爸爸在战争期间做的选择，也让他的童年非常的辛苦，必须要靠着妄想来做疗愈，确实蛮让人心疼的。对了，那说到这里我们想要特别提一个，那就是这部片的拍摄手法呢，真的非常的有巧思。比如剧组访谈米夏的环节设计，或者是用访谈者身份来分段的处理，不只让整体的节奏感觉非常的流畅，而且还别有寓意。另外呢，像是大屠杀幸存者伊芙琳的人生故事、造假事件后官司的进展等等呢，这些内容也非常值得一看。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细节有兴趣我们很推荐你把这部纪录片找来看看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如果换作是你听到别人说起曾经被迫害的幸存经历，你倾向相信吗？会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不会随意的消费这种事情，并不会反而会质疑他跟我分享的动机是不是想要从我身上获得什么，所以不一定可能会主动的问他更多的细节再来判断。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孤女郎纳粹》这部纪录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纳粹的万字符号争议，以及228的元凶到底是谁。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